咱们是来做什么的？重复一遍。重现蜀红司，探查命案真相，整顿一州几业。所以，伞花楼的太白鸭该收了。啊？飞将，走后门。啊？亥12更，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怎么样，像不像丧家的人？像，就是有点怪。怪？怪喜庆的。这就对了。你就没有想过找张郎去帮忙？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懂我、尊重我，他能令我欢喜，不是因为他能帮我。我阿爷在世时，所有人都对我笑脸相迎，但是我家里出事以后，却鲜少有人伸出援手。我便知道，人可以寻求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但是不能只靠别人的帮助。只有自己才永远不会辜负自己。我们平儿当然不一样啦，她一定会找到一个可靠的如意郎君。可以信赖和依靠一个人，多幸福啊！只是我可能做不到，我只信我自己这双手。就在这里等我。什么事儿啊？丧章室有东西落在府衙了，特遣小人来取。落下什么东西了？我们帮长史送回去便是。丧章使派我深夜前来，那东西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二位若是做不了主，不如禀报新警官，定夺一二。警官不在，不在那便更好了呀，就该二位赚丧长史这个人情。回去我就给丧长史说，这是二位的通融。不要命了！劳烦您回去转告丧长史，并不是我们不通融，实在是新警官有令，谁都不能进来。您明儿再来吧。别呀，丧长史要的着急，二位通融通融。二位，我今日本也没打算一定能进去，投石问路，也不算毫无收获。那些侍卫从来贪财怕事儿，刚刚我以丧长史的名义求见，我还塞了钱，都毫无效果。说明这个新警官要么对他们许以重礼，要么动以酷刑，绝非简单任务。那岂不是糟了？不简单，但有所求就能谈判，能交易。可是，警官敢管那些大染户？只要价格合适，这生意就有的做。咱们去后门的，走。哎，你这衣服像我了？好喜欢衣服。这回爷就不信熏不出来的，这回爷就不信他熏不出来。34郎，哎，这女人，季莹莹，你吓爷一跳。你也来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正如你所料，其他染户都不肯借地方给我们洗尸。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又不在。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他，他说他有办法派我们见警官。爷可是翻墙出来帮你们的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这就是你的法子。他不出来，爷就给他熏出来，怎么样？聪明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警官不简单，你别迁就完都走。他再不简单能怎么着啊？还能打爷不成？他要是跟你阿爷告状呢？他跟我阿爷告状，告状，那可这法子真不行啊，真不行！灭火呀，灭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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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边，什么人，竟敢在警官府外放火？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是救火。对，我们恰巧路过。路过。人可有失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，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？不，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那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英英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你就是那个新警官？今年生丝造价几何？染制靛青色需要几种染料？一匹团花锦。怎么不问了？警官不一定都懂锦，对吧？反正死的都很快。杨警官龙章凤姿，定会长命百岁。继续。啊？你不是来拍本警官的马屁的吗？杨警官，您说笑了，英英是真心的。毕竟您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明察秋毫，好不手软，软硬不吃，吃喝玩乐，乐极生悲。季娘子言不由衷啊！你这一把火都烧到我警官府上来了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么几句风尘话的吧？民女心中所求，杨警官心知肚明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您是警官，但不露面儿，那说明定有自己的私了。可是英英的嘴向来不严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告辞。哎，杨警官是想让我现在便喊出来吗？你喊吧。我若遇到什么不顺心意的事，那浣花溪的事我可就管不了了。你。时间再久些，清白可就保不住了。外面那3个既然这么喜欢烟熏火燎的，把人给我带到溪边，让他们把那堆树枝给我烧完，烧不完不许走。我说的是里面那个。哦。今日没喝成汤，本官要亲手做汤。季娘子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咱们就把她带到后厨，让她替我烧水、添柴、熬汤。劈死你！劈死你个高官！劈死你个高官！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的一个警官府，被你搞得是一片狼藉。蜀锦业也一片狼藉，也没见您管管呀。有钱赚的地方，就会有贪婪之人。这贪婪之人多了，自然就会一片狼藉。这不是一时一日便能整顿得好的。你只知道急着添柴，当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啊。杨警官可听过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。你若想走出困境，是该添柴猛火啊，还是该钻研真东西？
蜀红一出，千红哭啊！蜀红锦早随家父一同入土了。皇后有一件蜀红贡锦做的衣衫，无意间被损毁了。若是蜀红再现，重做衣衫，无论什么样的冤屈，或许都能够昭雪啊。民女听不懂杨警官在说什么。若是想问蜀红，季家早已染不出蜀红丝了。蜀红丝可以不在，但公道不能不在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抱歉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民女只管过民女的太平日子，公道自有当官的去管。”那你也要有心啊！光靠他一个人，他能做什么？那便要杨警官前仆后继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想想如何解决民女眼下的危机吧。在季娘子眼中，当真便只有眼下得失吗？放这么多柴怎么点火啊？行了，别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季娘子慢走。你的名字出现在色谱墙上了，以后我也要染出新色，也要当景王，这样我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阿姨旁边了。好，这就得给你留着啊！都当景王。阿爷说过，锦为首，人在锦之上，锦没了，锦在之，人没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让你放开！阿爷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再等等我。杨警官，季娘子她又来了。本官暂时不想见他，让他回去吧。他说：“您要是不见的话，他就不走了。而且警官府门口还围了很多百姓，他又在那儿哭哭啼啼的。此事若是让不知原委的人传了出去，怕是会对您不利。”你说，他哭了？是。让他进来吧。在下权衡利弊，擅自做主，已将他带了进来。带进来了，人呢？在门口候着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快过来帮我穿衣服。好。不行了。杨警官，在下告退。
民女见过杨警官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民女来给杨警官赔罪。你犯了什么罪啊？你以为你哭了，本官就会心软吗？本官不吃这套。浣花溪是三道堰的换丝之地，之前各家换丝都各安其分，互不打扰。如今却被大户强占，连夜间也不让我们换丝。民女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请杨警官做主。桑长史都管不了的事儿，我区区一个警官，我管得了吗？杨警官年少有为，自是果敢无畏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桑长史年纪老迈，欺软怕硬？这是您自己说的。英英眼中只有您的英勇，瞧不见别人。这句话真是好听。一会儿不见，季娘子这说话大有长进啊。不过，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？要是有人能给我打个扇就好了。我来。打了吗？怎么没风啊？头有点凉，脚又凉了，怎么不打了？杨静兰，恳求杨警官为民女做主。你求我，你求我，我便会帮你吗？当日西边，您虽戏弄我，但也降住了金马。在我家门口，亦是您配合我，才糊弄走了桑十四郎。杨警官虽不喜民女，但却有仁善之心。我愿长跪于此，赌杨警官愿意垂怜。怎么一开始不赌啊？我舍不得我的骨头。不容易。总算是说了句实话。不过，你看错人了，本官没有心，只有唯利是图。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是，所以除了诚意，我还有交易。上任沈警官告诉民女，若下一任警官是个好官，那便把他留下的那句话告知对方。季娘子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买卖吗？本来想谈交情，您不是不肯吗？原来您早想好了。哎呀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嘿嘿。季娘子应对官府多些信任。无论我是什么目的，既然这官我当上了，该做的事，杨某必然会做。从今往后，浣花溪为书记人家共用，换丝自由，任何人不得霸占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杨警官为民做主，益州百姓定会记住您的好。只是您有所不知，这益州警户盘龙卧虎，哪一家不是树大根深？您初来乍到，怕是少不了遇上刺头出来阻碍法令推行。民女担心您的威严有损。哎呦，你怎么提之前不说啊？民女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
警官到。原来他就是警官吗？那不中意。鄙人杨俊兰是这益州城新到任的警官。怎么？不信？哎呀，没想到杨三郎便是新晋的警官。花郎君，这是在春游吗？杨警官说笑了。来人呐，再给杨警官置办一套案席。不必了。本官分明记得，我下的告示是说，这浣花溪畔除了喜司的染户之外，其余人等不得停留。怎么？是本官记错了，还是你花郎君的脸面格外大，不把本官的话放在心上？杨警官，瞧您说的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官府作对。来，您看着，哎呀，我不是正在洗丝吗？虽然这丝是少了一点，但不算坏了您的规矩。嗯，洗丝而已。可依我看，你这么大的阵仗，便是在候着本官呢吧？杨警官在外多年，想必对益州的风物不甚熟悉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我们花家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良善，定可以帮您尽快的了解民情。他狂任他狂，我是小绵羊；他刚任他刚，我是木头桩啊。花郎君有所不知，杨某人从小性子急躁，家师为了让我修身养性，便嘱托了这么几句话，说让我忍不住的时候，便要咏诵几遍。杨警官的恩师那是得道高人啊，说的话一定有道理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，你可知道这最后一句是什么吗？嗯？小人愚笨，还请杨警官赐教。嗯。他若再张狂啊，送他戒严了啊！诸位，杨某人第一次做官，不懂这做官的门道，但也知道令行禁止，言出法随。从今往后，我说一，任何人不得说二。若再有人阳奉阴违，且看是他的舌头利，还是本官的拳头硬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都听杨警官的。杨警官，我也听清楚了。能不能让我先上来冷啊？花郎君既然这么喜欢这里，我就顺了你的意，你就在这水里给我待到晚上，少1个时辰都不行。就是脏了浣花溪的水。金娘子，我答应你的事我做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沈警官说的话都在这上头，杨警官您慢慢看，美女告退了。为民请命，好好做官。
不成林。如今我们能重新换丝，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努力。我敬大家，来。但这只是第一步。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换丝的地方，但是花掌柜的订单我们肯定是没有了。而且其他染户碍于花掌柜，肯定也不会再多给我们生意做的。如今之计，只能自救。所以我打算以我们染丝会的名义，带着大家去参加斗芳菲。只要在斗芳菲扬名，我们便可以直接与景户交易，到时候订单自然就不愁了。大家觉得如何？其实这次合作，大家确实是受益良多，但也险些濒临绝境啊。我们家以后怕是支撑不住。另外，花掌柜他答应我们了，要是我们退出染丝会，他可以既往不咎。对不住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赌不起，也不敢赌。你们忘了他们是怎么欺负我们的了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你们就想回头是吗？如今我们确实要面临险境。各位，人各有志，我不强迫。若是他日你们回心转意，还想再回来，我姬莹莹随时欢迎。抱歉。我阿娘说，此事确实惊险，但人无信不立。我这个人嘴笨，也不机灵，只占了一点忠诚，所以既然选择答应了你，就不会变。我身子不好，我就以茶代酒了，我敬你。哎，第一回听你讲话那么提气，金英，我看准了你，我相信你能带我做一番事儿，一番大事儿。敬你。莹莹，我做不了我家的主，但我能以我自己的名义加入你们吗？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要大家需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赚钱，共度难关。好，好，干！来，再敬大家。喝，干！干！我仔细翻看了所有侍卫写下的信息，发现沈警官似乎对青城山格外关注，时不时的便会独自上山一趟。青城山啊，上面安排的暗卫来了吗？来了，个个都是功夫一流的高手。你让他们啊，先到山上去探查一番，如有异动，再来找我。好。杨警官，杨府派人给您捎个信儿，说这两天你不忙了，让你回府里看看。是谁来送的信啊？是杨敬山，还是杨敬林？看穿衣打扮，好像是个小厮。小厮？是。过几天就是雷祖祭了，锦王需要和警官一同上香祈福，你是逃不过的。依在下之见，倒不如回去联络一番。啊，对了，莹莹，你刚才说要参加斗芳菲，可是要参加斗芳菲的话，要行业翘楚的推荐啊，而且要缴纳不少的市金呢。这两样，咱们可都凑不出来。钱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阿兄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活的你管，死的归我。这钱的事儿，总不能算活的吧？好，那我去找推荐人。
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呢？劳烦各位染出自家拿手的好丝，这便是我们去窦芳菲的底气。好，今天啊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继续喝。来。禀报主子，丝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送丝的儿郎们全是我精心挑选的，现在就等着雷祖祭开始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日里季家那小娘子格外的嚣张，她不仅找来国舅爷撑腰，还和新上任的警官勾勾搭搭。他从前未与人勾搭时，你拿住他了吗？我不要借口，我要的是蜀红丝。实在是这季莺莺诡计多端，主意多变，不好拿捏。万一他真的在1个月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到时候想抓他的把柄，便没有这么容易。所以，民女还请主子指点一二。他多变，但身边总有不变的，以不变应万变便是。不变。民女明白了，多谢主子赐教。你有2只手，那就1只放在蜀红丝，1只放在雷祖祭。要是哪只做不好，我便砍了哪只。民女明白。哎呀，季大郎君愿意到我们这小作坊来吃惊，真是令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！掌柜，您谬赞了，哎，还要多谢您的慷慨。哎呦，景王家的长子，您值这个价啊！哎，这就是你的知妻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等着你的大作啊，定竭力以赴。季大郎君不是向来觉得咱们小作坊织锦粗糙，怎么近日肯屈尊降贵了？还不是因为自己妹妹得罪了人，染丝生意做不成，家里没米下锅了。人家大锦坊用的都是自己人呐，谁要他一个罪人之后啊？哼！哎。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。吱吱吱吱，硕鼠不偷粮，想偷师，季师傅可允。那可不行啊！我们季家这手艺可是不外传的。吱吱，求你了，阿姨。闲人免进，季家顶棚的规矩。谁说我是闲人？我能帮忙，阿姨，是不是？吱吱，帮忙！我看你就会帮倒忙，赶紧跟我回去。啊，我不，阿姨救命！听我吧，阿爷在。赶紧跟我走。阿娘轻点，阿娘我的耳朵。说过多少次了，没事不要老往前。季家顶房严禁喧哗，严禁跑闹。季小娘子，您这边请。并非是我余家怕得罪人呢，只是做这担保推介人，尚需向官府交纳市金作保。便是知道您不畏权贵，敢仗义直言，莹莹才敢来拜访的。我们虽是小染户，但都是诚信人家，绝不会主动惹是生非。这些丝线俱是我们所染。您看看，可能卖得出去？好丝啊。不过，好丝，它未必有好价格呀。茵茵明白，织锦的人知道什么是好丝，买锦的人未必知晓。他们要的是说得上名号、撑得起面子的名丝，这便是茵茵要去窦芳菲夺魁的原因所在。酒香也怕巷子深，还望于掌柜助茵茵一臂之力。如今我余家还欠着债，我现在身边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女儿，余家的百年家业早就后继无人了。我是有心支撑，可是毕竟孤掌难鸣。我说这些绝不是什么借口。我信您，您本可直接拒绝，却以茵茵坦诚实情，是对茵茵的诚挚。多谢，叨扰了，我去别处再问问。于掌柜，告辞。豆，于天豆，于风豆。希儿啊，他生性懵懂，不通俗理。不过呢，他能感知人的内心和性情。他瞧出了你心里的斗志，所以他把斗彩球送给你了。你也斗一把？谁说余家无人？您斗得比我精彩，来日还想与您继续做生意呢。好，或许我还能斗几年。